共军在重庆上游江津已经渡过长江了。江津离这里已经很近了，父亲，赶快离开这里。我不走。父亲，总裁，我不能走，要第一军坚决守住。自从我二野大军发起了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后，一场席卷整个大西南的战役正式打响。即便老蒋在川东防线失守之后又重新做了部署，也依然没能阻挡我军对四川发起的总攻。1949年11月23日，在重庆以南100余里的川南线上，我军又先后歼灭了宋希濂、罗广文兵团共3万余人，随即解放了南川、綦江和江津，打开了进入重庆的大门。此时，身在重庆的老蒋心里已是急躁不安，但他还是故作淡定，赖在陵园不肯转移。袁先生、张群呢？都去了城。宋希濂现在在哪里？失去联系。罗光文呢？他的兵团被打散。窗外突然传来的爆炸声让几人为之一惊，老蒋还在故装镇定地询问这是哪来的爆炸声。于继时立马解释，这是部队撤退时对一些重要的工厂以及工程措施进行爆破处理的声音。然而除了爆炸声之外，老蒋还听出了这里面夹杂着炮声，也让他明白战火已经逼近重庆。小蒋急切地劝告自己的阿爸尽快转移，在一旁的于继时也用尽恳求的语气进行劝说，但此时不甘心放弃的老蒋却变得固执起来。这一刻的蒋介石不再是一个运筹帷幄的统帅，而是一个输光了所有筹码的赌徒。重庆作为国民党8年抗战的陪都，是权力和精神的象征，连这里都失守，就等同于承认国民党已经彻底失败。老蒋此刻不想走，并非出于什么战略考量，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最后挣扎。他试图用镇定来维护自己最后的人格，但炮声这张催命符又无情地撕裂了他所有的伪装。抗战8年，日本人对我进来，不到3年却落到共产党的手里。蒋某还是要回来的。父亲，总裁，现在只有你和经过本人我。父亲，我们还是快走吧，成都急需你去指挥啊。父亲，我们并没有完，我们还有川西、西康和云南。在小蒋和于继时的极力劝说下，老蒋最终才匆匆离开陵园。多年以后，在小蒋的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段离渝的经历。当时从陵园到机场的路上，乘坐的汽车阻塞了3次，需要下车步行，后改成吉普车，午夜才到达机场。可见当年蒋氏父子离渝之狼狈，可用不堪入目来形容。老蒋的这次转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崩塌，曾经8年抗战的荣耀之地即将灰飞烟灭。他现有的总裁身份和曾经天命所归的信念，也在这次大逃亡中被彻底击得粉碎。当解放军解放了重庆后，国民党在大西南的部署真可谓是大势已去。我军在各省潜伏的地下党纷纷活跃起来，他们甚至把劝降书都投到了卢公馆内。每当卢汉以为是信，拆开一看都是刘邓写给他的4项忠告劝降书，就连保密局审罪的邮箱也不可避免。不要读了，好厉害呀！共产党把宣传品都送到你的办公室来了。沈醉终于意识到了时局的严峻性，他立刻给毛人凤发报，要求增派人手控制局面。与此同时，正当卢汉在官邸发愁之际，之前来劝他起义的周体仁再次登门拜访。当卢汉再次见到周体仁时，激动地上前握手，就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怠慢。局势的不断发展让卢汉已经知道周体仁就是我党派来跟他联络起义的负责人。两人刚一坐下，卢汉就把2个多月以前北平给他写的劝降信拿了出来，但周体仁不用看也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内容。卢汉迫切地想知道，如果他起义，那他过去的所作所为能不能得到中共中央的谅解。他甚至还担心，就算得到了我党的谅解，当初的南平街惨案，那些老百姓的家属会不会也不肯放过他？老百姓找傅作义算账了吗？找程前算账了吗？就南平街杀人来说，如果我是个老百姓，我也不会饶了我这个姓卢的。此时卢汉惶恐的心态是很正常的，他想要投靠新生力量是出于对时局的判断和自保的本能，但他又不像傅作义那样有和平解放北平的巨大功绩可以依仗，他手上沾满了血，心里有鬼，所以他害怕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政策，更害怕人民的审判。见卢汉还有如此大的顾虑，周体仁又举例到血战四平的国民党将领陈明仁身上，卢汉一听也觉得言之有理，他急不可待地询问什么时候可以起义，但周体仁表示时间以解放军进入云南之时为宜。等解放军进了昆明，我还能做啥子贡献？田兄，你能不能快点帮我找找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你不相信我，
为表起义的决心，卢汉当着周体人的面，把抽鸦片的烟斗直接折断。我向你发誓，我再也不抽大烟了。我要跟着共产党走。卢汉折断烟斗的这个行为，表明了他这个曾经的投机分子正式向合作者进行转变。毕竟抽大烟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腐朽堕落的代表。卢汉折断它，一方面是向周体人表明他要与国民党彻底切割的决心，是过去的一种投名状；另一方面也在告诉自己，旧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人生即将到来。见到卢汉有如此决心，周体人便决定前去广州，帮忙联系我军的叶剑英、陈赓这些负责人，让他们加快向云南进军。临走之时，他还不忘提醒卢汉要小心跟汤瑶、周旋，切记不要翻船。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宣布休假半个月，在滇池里专门练划船。而另一边，沈醉竟然收到了老蒋亲笔签署的委任状。为了稳定云南，老蒋将驻云南专员办事处改为专员公署，并任命沈醉为陆军中将，担任专员公署的主任。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屋子里，沈醉对这份迟来的荣誉感恩戴德，甚至喜极而泣地发表演讲。我沈醉感谢党国的信任，总裁的栽培，为党国的兴衰矢志捐躯，在所不惜。沈醉的这次晋升，无疑就是成为蒋家王朝最后陪葬的牺牲品。老蒋已经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现在晋升沈醉就是要彻底将他绑在云南。解放军此时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剩下没解放的也只是时间问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国民党要完了。在当时看来，这份委任状几乎就是一张空头支票，但在沈醉眼中却犹如荣获至宝。对劝降书嗤之以鼻的他，却对一封升职信感激涕零，这也为他日后进入功德林学习改造争取到了宝贵的资格。就在保密局的众人还在发誓效忠党国之时，沈醉安插在卢汉身边的朱副官前来向沈醉报告卢汉折断烟斗戒烟的情况。作为特务头子，当沈醉看到折断的烟斗之时，猛然警觉起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在命令朱副官继续严密监视卢汉的同时，他也命人架起了机枪，对准龙公馆，准备执行老蒋的暗杀计划。